这一段路是真的走不快了，这路特别滑，看到了吧？我都站不稳，特别滑。来车了，让一下。我估计再走半个小时，天就差不多就全黑了。再给你们看一下啊，我走路是这样的。啊，哎呦！本次飞度先行周边上线了，打开手机淘宝，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就可购买。非常好，今天天气是一个大晴天，所以我决定先去翡翠湖再拍一下，因为昨天是阴天嘛。然后小罗现在还在床上，因为他有点累。现在时间才9点09，他们这儿早上8点多才亮的。早一点去，今天早一点出发。今天小罗会回走，因为他学校还有一点事儿，我给他送到忘了叫什么地方了，反正距离我们现在这个位置还剩200多公里吧。然后我去茶卡那边就回家了。现在我距离回家那边还剩下3500公里左右吧。然后我就一路回家，就也不逛了，有点累，想家了，想回家了。我们去把小罗接上，然后吃个早饭，再把他送到下一个有火车站那个地方。他订了那个青藏铁路，就从拉萨那边过去的，然后到北京的直达列车，今天晚上10点多的。我问一下，这附近还有能吃早餐的地方吗？有，对面就有啊，对面就是有。对面有个胡辣汤。哎，好嘞。辣个数字。好。我们2个吃完馄饨就立刻赶路了。德令哈，直奔德令哈火车站。大彩蛋距离德令哈210公里，两地海拔差不多，都是3000左右。因为我连续多天的驾驶，小罗今天也返程，又剩下我一个人。我就在网上找了一下拖车，想着便宜的话就把车托运回去，不会坐火车回家。我刚才问了一下那个拖车多少钱啊？我有点开累了，我也没有开。他妈的，他跟我说4200啊。拖到哪儿啊？拖到辽源。4200有点过分了，太贵了，有点贵了。结果价格有点贵，所以我还是开车回去。今天我会把小罗放在德令哈，然后我继续往前面走，前往茶卡镇，去领略一下中国的天空之镜。
现在我们到了德令哈，然后小罗一会儿就会从这儿跟我分别，我们先吃个饭。到了德令哈后，随便找了一家火锅店，再体验一下青海的羊肉。之前从拉萨坐火车回东北的时候，路过青海，总能看见成片的牛羊，这也是我最后一顿2个人一起吃饭了，就吃点好的。其实羊肉没感觉怎么特别，就是和在哈密吃的比起来，这里价格是真的有点高。吃完饭后，我们就去超市买点泡面什么的，毕竟小罗在火车上待30多个小时，然后我就把小罗送往火车站。拜拜，拿好啊，别落了。我拿一下东西。OK，可以，没落吗？没了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走了啊，拜拜。我给小罗放在了这个德令哈的这个地方，然后现在我还有3000多公里才能回家。他坐火车就回去了，他回去是因为学校有点事儿，不得不先走了。孤独了一下，感觉特别孤独。我今天到茶卡镇，然后明天看看能不能去逛一下茶卡盐湖。现在我距离那个茶卡镇还剩下190公里，今天肯定得到了，但估计今天还是要走一点夜路。现在我就直接沿着查德高速走，直接走182公里，下去应该就直接到茶卡镇。那我这一次回家的路线就选了一条比较近的，然后比较省钱的，时不时会上高速的一条路。我不想再直走国道，因为太累了。我终于在晚上6点半抵达茶卡，下高速。刚刚我订的那个酒店，然后客服给我来电话说说他们家水管爆了，给你退钱。我说好。因为茶卡这个地方旅游已经非常成熟了，所以想要订100块钱以下的酒店有点困难。我又订了一个便宜的，结果可能是因为淡季的缘故关门了。最后就去了正常的酒店。今天晚上我就住这个地方，看起来就是很贵的样子，不过价格还好，115块钱，到店付。哎，这边茶卡盐湖还开吗？还开呢。啊，你好，我这看一下。好，你们这儿我订这个标间多少钱呀？你订的是134的呗？啊，你们这儿也是这个价？嗯，对。啊，就一个价。嗯。其实我发现订酒店一般网上都要比去店里便宜一些。我用的是去哪儿 APP， 这也是我很多平台对比下来最便宜的了。这个不是广告，是经验。我今天真的特别累，为什么这么累呢？因为我昨天晚上没睡好，然后今天又一直在开车，所以还是挺累的。今天晚上我都不打算出去吃饭了，我就主要补觉为主。这个房间说实话，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，115块钱。完全可以达到我心中的样子，符合这个价位。现在我们就先去吃个饭，现在时间还挺早的，8点多。吃完饭之后换个机油，然后再去茶卡盐湖。帮我来1碗馄饨。1碗馄饨是吧？好，等会啊，有吗？啊，有。然后再来有茶叶蛋吗？有。再来一个茶叶蛋。好，是不是？你说了，我搞这个。老板，你真没煮熟啊？煮熟了，我应该要过一下的。是吗？那你看这都硬的呀。都是应该要过一下的。有点硬是吧？不是，基本上我觉得这面皮都没熟啊，没法吃，真的没法吃。你可以看一下，真的。
你看这面皮这东西还是白的。那不是没有，应该就是白的，你放心，是那熟的，我知道。你确定吗？啊，确定，放心。不是我。它这个面皮就是特别硬，就根本就嚼不动，所以我就觉得它没熟，然后我就把茶叶蛋吃了就走了。跟刚才我一样的，你不用怕，它直接看是白的，它里面熟的。哦，太硬了。有点硬就是。好，付好了啊。好，我们走啊。现在我这车上又全是冰了。到了茶卡，我的车也快到1万公里了，该去换机油了。我刚刚看了一下百度地图，在我附近几百米就有一个修车的，我到他那儿换一下机油。哎，咱这能换机油不？什么车？小车，我0W20的，有这型号吗0W20啊，0W20的没有啊，这是0W30，没有0W20的。没有。好嘞，谢谢。最低是0W30的。啊，好。那这附近还有能换的吗？估计没有了吧？哎，估计还有0W。没有0W20的。那0的估计有。啊？估计有这种的有。啊？这你有吗？有。你有啊？多少钱呢？在那边。啊？看一下啊，这个价格我看忘了。行，你看一下。590元。590。这么贵？行。全合成的。全合成的啊。行，我再问问吧。我觉得价格有点贵。我到4S店的话，它也没有这么贵吧？我觉得就算是全合成的有点贵了，所以我打算到西宁再去换机油，还是先去盐湖。你好，我想买票在这儿吗？在这儿，您是要门票还是套票？套票是什么意思？套票是火车往返加门票，一个人100。啊，那门票呢？门票一个人30。来一张门票就行。这一张门票啊。因为手里属实紧张，所以还是没买套票。但以我的经验告诉你，冬天去应该买套票，真的冷。今天的天气不是特别好，一点也不通透，有层雾。其实进入新疆以来，这种天气很常见。蓝天白云的天气相对来说是需要运气的。进入茶卡盐湖，哪里都是盐，很多地方都结晶了。再加上不好的天气，一点也没有天空之镜的感觉。在这里也是匆匆打卡，走到景区的尽头我就返程了。说实话，之前一直觉得茶卡盐湖是仙境，去这里也是个愿望。但真正站在这里的时候，我却连个 BGM 都不愿意给他配。我刚刚帮那2个小姐姐拍照片嘛，然后她就管我叫大哥，就很尴尬。我觉得因为在东北的话叫大哥，就一般就是40多岁了啊，叫大哥。我感觉我还行吧，看起来这么老吗？难受。我刚刚已经到达了这个火车的尽头，其实火车尽头也就是那样，然后那边有一个可以走下去一点点的一个地方，就是你站在湖中间嘛。如果是旺季来的话，这边应该是可以租鞋套的话，然后你就可以在这里面走。但说实话，这个盐湖，茶卡盐湖，我觉得就一点也不震惊，真的一点也不震惊。就你去过了那个翡翠湖之后，你再去这个盐湖，就感觉啊这儿一点也不出奇，跟那儿比的话，我觉得差的有点多。至少冬天我觉得是这样的。离开茶卡盐湖后，往西宁方向走，途中会经过青海湖，还会走一段环湖公路。越是往着青海湖方向走，天气就越来越好。从山里面走出来后，青海湖立刻尽收眼底。这一次我没打算在青海湖停留，因为去往西宁的路上正好有一段环湖公路，边赶路边欣赏风景。青海湖是我国最大的内陆湖，在卫星地图上缩小再缩小，就很容易确认这一事实了。公路上经常会有被开发的景区，但你只要再坚持往前走一走，总会找到免费的地方和湖亲密接触。青海湖这一块的牧区，我个人觉得应该是青海最大的牧区了，随处可见牛羊。环湖公路上也没有红灯，唯一能让司机减速的就是这成群的牛羊。我当时坐青藏线火车的时候，我就觉得青海这边的羊要比西藏那边多。这得多少头羊？你们有没有查的？这得多少头羊？弹幕上猜一下，这得多少头羊？本来我是没打算停车的，但是居然在青海湖边上是有沙漠的，
而沙漠后面又是雪山，这3种景象加在一起，不可能不停车了。正好一天也没吃饭，在这里吃点东西。现在已经是下午10点的4点10分，我那个无人机在后面充着电，等它充完电之后，我就拍一下。我今天中午也一直没吃饭，特别饿，在这补几下，正好等下充电。我猜刚刚那个骑那个沙漠摩托过来那个本地人是来勾引我的。你看他过来了，他肯定会问我，怎么了？啊？我一个人。啊，不骑。嗯。因为他是在我前面摆摊儿。我先简单给大家讲解一下，就是那边是青海湖，然后这边是沙漠，然后它相当于就像是在沙漠中的一个绿洲，所以看起来真的特别好看。但是我现在只能爬到后面的这个比较高的那个沙山上，这边进不去。如果可以爬到那个就那个沙山的话，那就完美了，因为那个离那边比较近，这个有可能被它挡掉。现在已经5点半了，我现在距离今天目的地还剩117公里，大概还需要2个小时左右。到此，我们的飞度星耀行这个系列就完美结束了。如果你们还记得那个连灯光都分不清的我，刚买了车就要自驾去新疆，这件事听起来是不是和骑行算账的时候一样，都挺不靠谱？你们开始可能也并不看好这趟旅程，但事实证明，你们还是被我圈粉了。很多事情等你真的准备好了，也就错过了。大家一定要记住，在购买这次短袖的时候，一定要跟我们的客服对暗号，暗号是咕噜哥我来催更了，就会有意想不到的优惠。